我厌倦了这个世界，找了个废弃农庄，买了个红薯窖，准备避世隐居。不到半年，末世来了。5岁之前，我是妈妈怀里的娇娇女，天真烂漫。一切变化是从妈妈生病开始的。我还记得第一次在医院见到妈妈，她的面色枯黄，爸爸坐在病床前，把我放在妈妈身边。爸爸拉着妈妈的手，泪水浸湿了眼眶。兰芝，你一定要好起来。你看看我们的女儿珍珍，你忍心离开她吗？那个晚上，我依偎在妈妈怀里，听她断断续续告诉我，珍珍，知道妈妈为什么给你起名珍珍吗？真是坚硬的木头，是筑墙的支柱。珍珍呀，你虽然是女孩子，妈妈也希望你成为坚硬的木头，自己撑起自己，不要做攀附别人的菟丝花。珍珍，妈妈要跟爸爸离婚，妈妈要把能留给你的全留给你。珍珍，你以后就剩自己了，你不要害怕呀。珍珍，不要相信别人，哪怕是你爸爸、你舅舅。珍珍，那座小房子，小学、初中就在对面，高中不行，只要5分钟。有事你找老师，找社区工作人员，还可以找楼下那位张奶奶。后来，爸爸哭着求妈妈，我不离婚，兰芝，你是我的妻子，你要是走了，我绝不再婚，我一个人把珍珍养大。妈妈已经虚弱到说话都困难，不能让珍珍耽误了你，你的后半生还长着呢。爸爸不在的时候，他盯着我，珍珍，不要相信男人的话。妈妈最终还是走了，我从娇娇女变成了一朵苦菜花。爸爸联系了我几个月，很快谈了个漂亮的女朋友。他将我从自己的房子送到了妈妈留给我的房子里，他一脸歉疚，珍珍，爸爸有点忙，这边上学方便，你中午就自己回家，晚上爸爸再来接你。后来晚上他也不来了，我开始明白了，当初妈妈为什么千方百计让我一个不到6岁的孩子学着整理家务，学着做饭了。白天是好的，基本在学校，到处都是人。晚上是恐怖的，我听妈妈的话，锁好防盗门，锁好卧室门，拉好窗帘，开着灯，还是害怕。小学2年级时，有次爸爸突然来接我，我想起妈妈说过，不要相信爸爸，不想搭理他。但是他拿着一盒蛋糕，蛋糕上有个迪士尼公主，我望着那个穿着蓝裙子的公主，想哭。爸爸带我去吃肯德基，带我去买衣服，带我去游乐园。妈妈走后，我第一次感到安全和快乐，眼里的爸爸突然又伟岸和亲切起来。后来喝了一杯爸爸递过来的饮料，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在一辆车的后备箱里，7岁的孩子流着泪，接受了不听妈妈话的孩子，活该受到惩罚这个后果，被卖到了大山里的一户人家。那家女人结婚快10年没怀孕，本想买个男孩，最好是襁褓中的那种，可惜没几个钱，人贩子拿我打发了他们。我装作憨憨傻傻，勉强没被打死。半年后，女人怀孕了，对我看管的松了，我跑了，流浪，跟野狗抢食，漫无目的的在这个城市和那个城市之间游荡。其实可以回家的，我记得我家在哪里，但是我怕回去，我爸爸就不只是卖了我这么简单了，怕是我的小命都保不住了，我还不想死。后来碰到一个极品圣母，依附那个女子，在她的帮助下落了户上了学，一路过关斩将，在15岁时被某著名大学少年班录取。18岁时，我回了家乡，出现在了爸爸的正牌老婆捉奸小三的现场。我的脸跟妈妈太像，爸爸一眼就认出了我。这个事业有成的中年油腻男，刚刚一脸淡定的拿钱打发了气冲冲的老婆和娇滴滴的小三，就看到了我的脸。我盈一笑，亲爱的爸爸，我不是来加入这个家的，我是来破坏这个家的。我问爸爸，拿卖女儿的钱创业是什么感觉？卖掉女儿的房子当老板是什么感觉？后来爸爸中风瘫痪了，他老婆跟他离婚了，他的一堆小三都跑了，他的儿子吸毒进戒毒所了，他的公司成了我的了。再后来把他送到了养老院，我卖掉了公司，瞬间身价不菲。20岁时，我拒绝了某大学的入职邀请，开启了环球之旅。22岁，我回国买了辆房车，又将国内转了个遍。24岁，突然感觉极端厌倦，厌倦美景美食，厌倦城市灯红酒绿，厌倦乡村炊烟袅袅，厌倦所有人和事，必须找地方静一静了。我不想定居国外，再美的景点和环境也无法给我归属感。我不想定居南方，受不了梅雨季节黏腻的空气和湿漉漉的身子。找来找去，在老家隔壁县城郊区的山间找了一个废弃的农场，农场距离县城大概30-40里地。县城通往市区的主路上有一条大概2米宽的水泥路，沿着水泥路往里走大概3-4里就到了农场。农场主是个塑料企业老板，好像很多年前发家致富，很有些乡土情节，包了2个山头和山下400多亩地，种花生和红薯，还搞了草棚和新空房做民宿。他选的地方很好，北侧就是那2座山，西侧是一条河，有山有水，也火了一阵。后来农场再往里走，有几个更大的老板包了更多山头，做景观，做民宿，好像还做了比较隐秘的会所，这个农庄就渐渐没人光顾了。再后来，国内市场环境不太好，农场主跟着很多老板一起出国到东南亚国家设厂了，国内的企业都没精力管了，更别说这个农庄了。我对这个农庄产生兴趣，主要是因为农庄里有个地瓜窖，不是那种普通的地瓜窖，是非常现代化的，就在2座山脚下中间部分，深挖到底下6米，里面是红砖砌成的拱形结构空间，中间是一个宽6米、长50米的长廊，长廊的2边各伸展出10个长10米、宽4米多的拱形空间。描述有点难，找个图看一下吧。这是拱形长廊，这是长廊2边拱形空间。有电有水，长廊2侧有小水沟，有引入的地下水缓缓流过，是为了保持湿度。有通风口，为了掩盖通风口，那位农场主还在红薯窖上面地面部分种上了一些杂草和灌木，又凌乱地扔了些大大小小的石头。据说红薯窖刚建成时，上面只覆盖了土，2排通风口数在上面十分明显，就有调皮的孩子往里面扔石子，还有将饮料灌进去的。储存红薯前，红薯窖都要消毒的，哪能总是让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随机掉进去？农场主就想了这个办法。杂草丛生，乱石遍布，慢慢就没人因为好奇往这边乱跑了。红薯窖内恒温常年保持在13度到15度之间，我很满意。
我想，一个长廊，20个房间，足够我在里面待到天荒地老了吧。但是也有不满意的地方，我要拿来住，不是用来储存红薯的，里面就有些太过简陋了，我得把自己的吃喝拉撒睡搞通明白。还有大门，因为红薯窖在地下，通往红薯窖有个斜坡，也是用红砖铺的，门就在斜坡的尽头。门很大，2扇黄铜大门又厚又沉，大门一般不开，只在货车进入拉货的时候才打开，在右边门上开了个小门，供管理人员出入的，倒是很安全，不必害怕会有什么人半夜撬门，但是太显眼了。我是来隐居的，我可不希望人家一眼就看到这里有个红薯窖。想来想去，我觉得等我把红薯窖里面改造完成，门口这里可以搭一个停车棚，把停车棚和红薯窖入口部分融合在一起，中间用一个隐形门遮挡，有人过来就只知道这里有个停车棚，不知道停车棚里面还隐藏着我的安乐窝了。等我把我那硕大的房车停在里面，别人就更不会想到车棚里面还有机关了。正好闲极无聊，干点体力活，搞装修吧。我想我应该是有病，年纪轻轻，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激情，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国内国外旅游的时候，也碰到了不少形形色色的男人，对人家的搭讪连个脸色都懒得给，我都不知道自己活下去的动力是什么。好在有了这个红薯窖，有钱有闲，我跟小女孩打扮洋娃娃一样，不着急不上火，一点点将红薯窖打造成我喜欢的样子。我跑到南方找了个建筑公司，我是找我的导师打听的，这个建筑公司有点军方背景，质量和信誉都没得说。先改造了水电，直接打了口深水井，又安装了太阳能发电桩，装在了后面的山头上，这样我的红薯窖就有了2套水电设备，安装了污水处理设备，用来处理部分生活垃圾和厕所污水，还把顶上的2排通风口全部封上了，另外安装了通风设备，装了2套，把出风口隐藏在了农场西侧那条河的护墙上，用护墙石掩盖，很难发觉。装了全屋检测设备，窖里的温度、湿度、空气质量实时监测。装了监控系统，不仅是监控红薯窖内，还监控整个农场，把摄像头安装在了山上，城堡顶上，基本能够俯瞰整个农场了。基本设施改造完成，我将红薯窖两边各10个空间从外到里从左到右排了号，1号是书房，2号是茶室，3号是活动室，4号是影音室，5号是零食仓库，7号是冷冻室，8号9号是储藏室，10号是厨房。总之左边算是我的休闲区，11号是卫生间，12号是洗衣房，13号是暖房，做水培蔬菜水果种植，14号15号是衣帽间，16号17号是兴趣房，18号是私库。19号20号是卧室，这2个空间打空了，一边古典风，安了架子床和罗汉床，一边本来想要粉粉嫩嫩的公主风，想买粉色的圆床和纱幔，粉色的沙发，粉色的壁纸，回馈一下自己从没有过的少女梦。不过看了无数样品和图片，还是觉得粉色太扎眼，我怕躺在里面做的不是少女梦，而是宫斗剧，还是全用了咖啡色。足足半年时间，装修完成，连外面的停车棚也收拾好了。远远看去，就是在2山之间建了一个停车棚，比一般停车棚新一点，豪华一点。有点扎眼，让装修师傅给做了做就处理，看起来跟农场里的其他设施差不多，有种破破烂烂的感觉。想来想去，又把农庄里原有的那个10几米高的小城堡也收拾了一下，只收拾了里面，换了个特别厚实的防盗门。若是哪天在下面待烦了，也可以在城堡里待着。这个城堡有点北欧教堂的感觉，3层，圆柱体，高瘦，1层一个房间，青石砌起来的，倒是很结实。窗户是那种又高又窄的，双层，保暖性很强。把1楼做成了厨房餐厅，2楼做成了休闲区，3楼做成了卧室。农场周围用竹子做的栅栏，可能开始是密密的2排，这些年过去，竹子长得很快，倒是厚厚的跟一堵墙一样了。农场内部杂草丛生，也有些果树，柿子树、苹果树、栗子树、杏树，还有几棵不太认识的树，有一个葡萄长廊，我不认识是什么品种。那些草棚和星空房都破败了，我都没动，我懒散得很，并不想改变农场的外观。如此一来，不管是从农场里面看农场外面，还是从农场外面看农场里面，我都很满意。接下来就是买，充实我的红薯窖了。这个我有经验，好吃的好用的，国内的国外的，线上的线下的，我知道的真不少。有点遗憾，旅行这几年买的太少了，那几年只知道到处乱晃，没想过在哪里定下来，只十分感兴趣的才多买一点。如今我可不愿意为了买再出去瞎转悠了，多数是网上下单。为了这个，我还专门在县城里租了几个地下室，用来收快递的。攒满了就租个小货车拉到农庄去，再一点点运到红薯窖里。历时1个多月，红薯窖里几乎满了，我心满意足。后来1个月又陆续来了一些，都放在城堡里了。从租下农庄到装修，到如今哪都称心如意。快1年过去了，初冬来了，我决定彻底住进红薯窖，看看自己能在里面待多久。我是在丧尸爆发10多天之后才知道这个消息的。住进红薯窖已经3、4个月，开始是忙着整理每个房间，买的东西太多，只冷冻室和储藏室就整理了差不多1个月，其他房间陆陆续续收拾又差不多1个月，等都收拾的差不多了，又开始捣鼓我的暖房。红薯窖里设暖房的灵感来自某次房车开到山东寿光，正好碰上蔬菜展，去看了看，就对那种干净清爽的种植环境产生了兴趣。这次就专门从那边进了一套设备，买设备的同时买了很多种子，专门要了一些小包装的，1包3、5颗的那种，做实验用的。这些天兴致勃勃研究怎么醒种，怎么育苗，怎么入水，几颗白菜，几颗生菜，几颗西红柿，几颗黄瓜，几颗芹菜。我比较有耐心，先种常吃的，再种不太常见的。为了观察它们的生长情况，每天都挨个拍照，每颗都给建立了一个文件，记录生长情况。一天大半时间都待在暖房里，其他时间就做饭、收拾房间。一天下来，身体很累，心里很充实。洗个热水澡，躺在床上，有时听听歌，有时听听历史故事，很快就睡着了。我的手机基本就是个摆设，没有社交需求，平时要么拿来看看新闻，要么就是接快递电话。这些日子连快递都没有。等我终于收拾的差不多，歪在茶室里，想喝茶看看新闻的时候，才发现手机已经没电关机了。
充电开机，闪出很多信息。打开微信，一堆柳芙蓉的消息。珍珍，你在哪儿？听说现在又有流行病，你小心点啊。珍珍，不是病，好像是什么丧尸病毒，网上很多人在讨论呢。我不敢出门了，幸亏家里有很多零食，听说外面到处都是丧尸。珍珍，我这里很安全，小区大门关得很严，住在这里的人也少，我有吃有喝，你不用担心。珍珍，你去哪了？怎么一直不回信息？不会变成丧尸了吧？我很担心你。别墅区居然也有丧尸了，吓死我了！在我家门口转悠了很久，是个女的，身上都是血，有苍蝇围着她飞。我锁了门锁了窗，幸亏那年你帮我换了防弹门防弹玻璃。珍珍，你怎么不回信息？不会真的变丧尸了吧？真想去找你。又多了一个丧尸，看衣服像保安，身上的血都成黑色了，眼珠是灰白色的，好像没有意识，但是力气很大，速度很快。有只小鸟飞过，被他忽然跳起来捉到了。珍珍，太吓人了！小区业主群里有人问有吃的吗？我这里还有很多，都是你给我寄来的，我想分给他们一些。哎呀妈呀，珍珍，我一晚上没睡着，我用无人机给他们送方便米，半夜竟然有个男的偷跑到我家门口，想撬门进来，被那变成丧尸的保安追上咬了，吓死我了！珍珍，我发图片你看，不要害怕哦。我的心沉下去。柳芙蓉就是当年我碰到的那个极品圣母。无疑，如果不是遇到了他，我没有机会过上平稳的生活，没有机会上学，更没有机会年纪轻轻就事业有成，并报了仇毁了我父亲的后半生。但是有时候我还是觉得，若是没有他，我的人生就只有复仇，没有烦恼了。柳芙蓉真是这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极品圣母，我都怀疑她父母恐怕就是被她的圣母病给气死的。她家豪富，她是独女，她父母在的时候，她还有人管束，撒钱没那么夸张。他父母在他16岁的时候相继去世，若不是他父亲去世前搞了个基金，约定好家族的钱放在基金里，柳芙蓉每月只能领取300万的生活费。在我碰到他时，他非但不能帮我养我，他是已经成了我的同田，可以跟我一块去乞讨了。可就是那每个月300万的生活费，他也不胡吃海塞，也不逛街买，也没有黄赌毒的坏习惯，甚至也没有恋爱脑被男人骗钱，他还是跟个穷光蛋一样，守在大别墅里啃泡面。他每月给一个孤儿院100万。呀呸！我真是搞不明白，那个破孤儿院整个加起来也卖不了100万，那孤儿院的孩子一个个衣衫单薄，面黄肌瘦，倒是那孤儿院院长膘肥体壮，满嘴流油的，他到底是怎么想到每个月雷打不动给那孤儿院100万的？他还每个月给一个爱狗组织100万。呀呸！我更不明白，那个所谓爱狗委员会在城郊圈了几百亩的地，盖了别墅，盖了豪华的俱乐部，只在偏僻的角落捐了几个草棚子，放了几个狗笼子，养了几条老狗，他眼睛是瞎了吗？只看到老狗，看不到别的？他还资助了很多学生，总之只要走到他面前，跟他说家庭困难不能上学，甚至不用编个什么留守儿童父母离异之类的故事，就能让他眼泪汪汪捧着钱去供养人家了。皱着眉叹气，他那个别墅非常坚固，他父亲死前让他发下毒誓，绝对不准卖掉，也绝对不能让外人住进去，所以哪怕这些年他整天穷得跟鬼一般，住的还是很舒适。我出国旅游之前又花钱帮他做了修缮和加固，这几年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帮他购置大量吃食，防止他饿死。住进红薯窖前，刚刚买了一大批给他快递过去了。当初因为发现他将我买给他的东西送人，跟他说了一句话：我送的东西你自己用，否则这辈子不再相见。自那之后，他都老老实实，不敢再随随便便将我给他的东西送人了。也就是说，只要他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哪怕真有丧尸和坏人，顶多受点惊吓，伤不到他自己。想来想去，还是打个电话给他吧。电话接通的瞬间，我将手机拿得远远的，果然他惊喜尖叫声从手机中传出：珍珍，你终于理我了，你还好吗？活着吧？有吃的吗？你在哪里啊？你知不知道外面多恐怖？孽缘！任他喋喋不休诉说了半小时，我冷冷地盯着被我扔在桌子上的手机，心里还在想，这纯粹是孽缘，怪我自己当初就不该贪心，因为他眼泪汪汪往我的破瓷碗里放100块钱，就盯上了他，求他收养了我，求他给我落了户，求他让我上学。贪心就贪心了吧，学那孤儿院院长，一边拿着他的资助挥霍，一边虐待那些孩子；学那狗场老板，一边拿着他的资助建庄园建俱乐部赚钱，一边还杀狗待客；要不就学他资助的那些学生，一边拿着他的钱买奢侈品，一边骂他棒槌傻子，不行吗？偏偏还不忍心，强令他停了那些乱七八糟的资助，费尽心机将他身边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打发走，帮他过上正常生活，约束他圣母心泛滥，做的越多，倒让他对我越依赖，到如今成了扔不掉的包袱了。想起当年我一个不到10岁的孩子跟那些各怀鬼胎的人斗智斗勇，而他非但帮不上忙，还时不时扮演一下猪队友，我就心里窝火。等他唠叨了快1个小时，终于减慢了语速，我才拿起手机认真听他说话。珍珍，我有点怕。珍珍，你害怕吗？珍珍，怎么办？我叹息，不用怕，你那里没停水吧？你把所有能接水的盆啊桶啊全部接满水，以防停水。地下室还有很多瓶装水，停水之前先不要喝，停水之后要有计划的喝。这几天把家里能用的东西慢慢往地下室运，睡觉也在地下室，地下室的门锁好，那门极结实，除非大炮轰，否则外面人绝对进不去。早晨要是想出地下室，要先看监控，确定安全了才能出来。我记得地下室有一台发电机，你会用吧？没事就看电影看电视，别乱想。我待的地方很安全，不用惦记我，只要保证你自己活着，我就一定会去找你。柳芙蓉，我警告你，不要圣母心泛滥，不管什么人，不仅仅是人，就是一只鸟、一只猫、一条狗，你都不准救。别说门，在我去之前不准开，听懂没有？珍珍，你怎么这样说我？他的语调又委屈又哀怨，我一点也不圣母，我只是有点同情心。哎呀，你放心，我知道轻重，我知道外面危险，我保证听话。
我哼一声，真牙疼。30岁的女人了，居然跟个小学生一样向我保证她听话。终于挂了电话，我盯着柳芙蓉发给我的2张图片，呆滞的眼神，血淋淋的伤口，灰白的肤色，破破烂烂的衣服，果真是丧尸啊！又翻了翻个大平台，才发现柳芙蓉发给我的图片真的是低调又含蓄了。很多图片，很多视频，好像是在某个黎明，人们发现外面的天空呈现诡异的大红色，对，是大红色，不是太阳将要升起时地平线上的橘红色，而是整个天空都是渗人的大红色。人是会对未知的东西产生情绪的，有的是好奇，有的是畏惧。那个早晨，好奇的人出去了，走到外面仰望红色的天空，一堆人一边张望一边议论纷纷。没多久，这些人的眼睛红了，也不仰望天空了，也不议论纷纷了，大家用诡异的目光看着彼此，开始了厮杀。那些躲在家里不敢出去的人，目睹了一场肉搏，直到那些人一个个变成了嗜血的行尸走肉，不再彼此攻击，而是循着活人的味儿走来，大家才如梦初醒，纷纷紧锁家门。也有那眼看着自己亲人变成丧尸的，又痛又哭，哭声引来丧尸进院爬窗，尖叫声、吼声，等一切安静下来，又有一群人变成了丧尸。天空诡异的红色维持了3天，那3天时间里，户外的人变成了丧尸，那些丧尸攻击力极强，血腥暴力。不在户外的人，一部分躁动不安，本来以为要发生什么变异呢，后来发现除了脾气暴躁一点，也没什么大的变化。另一部分就是除了害怕，其他都没受什么影响的。现在的问题就是社会运转难以维持了，在家的人不敢出去，晚上不敢开灯，也不敢发出大的声响，因为丧尸对光和声音很敏感。社会停滞了，不能上班，不能上学，不能进行任何户外活动，只能待在家里，守着还能守住的人，看着日渐减少的食物，在恐惧不安中等待。我说不清楚自己是什么感觉，我是个冷漠的人。这些年，我清醒地规划自己的生活，上学，考入高等学府，谋划我的父亲一家人，然后就进入了心灵荒漠。小时候我就没有小孩子该有的天真。其实妈妈跟我说的每句话我都明白，我知道爸爸不可靠，我知道妈妈一旦走了，我就岌岌可危。爸爸把小蛋糕递给我的时候，我是犹豫过的。当时我想，我是小孩子呢，天真可爱，爸爸在小孩子心中应该是伟岸的轻松，怎么能怀疑爸爸呢？我接过了蛋糕，心里想的是，就赌一次，赌对了以后我就是个天真的小孩，赌错了就错了吧。我赌错了，人生就除了清醒，只有清醒了。房车旅游这2年，我眼睛看景，心中没景，嘴上吃美食，心中无美食。我每天都焦躁不安，每个夜晚躺在房车里，听外面的风声、雨声和雪天雪地簌簌而下砸在车顶的声音，内心好像有一头亟待咆哮的狼。遇到过许多奇奇怪怪的人，坐在桥墩上发呆，被一个送外卖的小伙子一把薅下来过。那人情绪激动，你一个漂亮小姑娘怎么想不开？为情所困。我虽然是个男的，但是我告诉你，这世界上没有一个男的不是渣渣，你远离他们就是了。为了渣渣想不开，不值当。他苦口婆心，谁还没个难过的时候？我告诉你，除了活着，啥都不值得计较。他现身说法，我给你讲讲我的苦瓜童年。我当年啊，那个晚上我笑了，这个傻孩子。一个人坐在房车旁边喝酒的时候，有几个东北汉子隔老远喊：“老妹，一块喝点。”先说明绝无恶意呀，我们这里有肠，有蘸酱菜，就是闻到你那酒味，有点馋。啥酒啊？没喝过。他们还派了个东北姑娘来请我，那姑娘长得明艳大气，一开口一股子浓郁的大碴子味。妹子，吓着你了吧？几个糙老爷们，你别害怕，我们是一块出来旅游的。刚才喊话那个是我男朋友。那个晚上，我从孝义的一位老农那里高价买来的洋高酒被他们给喝了个一干二净，也收获了一堆红肠和5肠大米。那是他们带给朋友的礼物，半路截胡给我了。也碰到过小混混，还碰到过骗子和老流氓，还碰到过酒鬼，半夜3更在我车胎上撒尿。不知道那些形形色色的人，那些曾经在我冰冷的心中留下一丝丝暖流的人们，在这样的末世下是否还活着？那个送外卖的热心小伙子，送外卖的路上是否抬头看过天空？那几个彪悍的东北男女，会不会因为好奇心跑出来对着红色的天空指指点点？叹息，太平盛世的时候冷心冷肺，怎么末世来了？我反倒在这伤春悲秋起来了，还是干点实际的，看看自己的储备吧。我的物资非常丰富，水电不用担心，吃的穿的用的都很多。我也不是奢侈浪费的人，并且我很少吃肉，冷冻室里肉类不多，海鲜倒是不少，蔬菜更多，关键是还有个暖房，足够我折腾。连垃圾处理，我在装修的时候都已经想好了，厨房里安装了一个功能非常强大的垃圾处理器，我用的卫生纸都是可溶于水的，不需要额外处理。我不用卫生巾，用过一段时间的卫生棉条，后来就是因为嫌丢垃圾麻烦，直接用了月经杯，所以我基本没有什么生活垃圾，顶多有点食品包装袋，这个问题不大，洗洗晾干叠好收起来就是了。再说只我一个人，吃不了多少用不了多少，也就是说我在这个红薯窖不说待到天荒地老，待个10年8年是没有问题的。红薯窖也足够隐蔽，外面那辆房车当初花了300多万，功能齐全不说，主要是安全，实在出现不得不外出的状况，房车完全可以让我横冲直撞。还有那座小城堡，万一有人误入这个农场，看到那个小城堡，也肯定以为农场的主人是住在小城堡里面的，也可以帮我挡一下。总之我是安全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天空会变红，到底是自然原因还是人为原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仰望天空的人会变成丧尸，但是我相信人类是了不起的动物，不会很长时间，丧尸一定会被消灭，人类秩序还会恢复。这个世界那么大，人类的历史那么长远，经历过多少灾难，还不是好好存活下来了。不过就是在与丧尸与别有用心的人斗争的过程中，要有牺牲，要有付出，普通人能做的就是保全自己。我是幸运的，早早进入了红薯窖，没有在天空异变的时候走到外面去。
柳芙蓉也是幸运的，她是个游戏迷，没事就窝在家里玩游戏，有时候好几天不出门，因此错过了最危险的时候。我又看了农场的监控，我是在初冬进入红薯窖的，那时树叶几乎掉光了，整个看上去已经很有些冬天萧条的味道了。如今2、3个月过去，监控范围之内，除了比我进入时荒凉了些，其他几乎没有变化。院子里枯萎的杂草在北风的吹动下显得凌乱潦草。农场外那条小路上，这几个月几乎也没有人员和车辆出入。应该感谢这个季节的，进入冬季后，往里的那几个农场就没夏季那么红火了，这里成了游离于城市之外的桃花源。我想，除了柳芙蓉这个不定时炸弹，我需要花费一些精力注意一下，其他的是不需要我多心的。我继续安心在红薯窖里窝着，做饭，管理我的暖房，有时候也会到我的私库里摆弄我的玩具，要么喝茶，当然每天都会看看新闻，看看柳芙蓉的信息。除夕夜，我用自己发的韭菜加虾仁包了2盘饺子，煮熟了拍照发给柳芙蓉。拿一个小碟子，放一点辣椒油，兑点醋和酱油。我端着小碟子坐在桌前准备吃饺子时，看了眼手机，柳芙蓉没回信息。我皱眉，不太对，柳芙蓉对我的信息从来都是秒回。据我所知，她那里并没有断电断网，毕竟早晨她才发信息卖惨，说今年过年连个冷冻水饺都吃不上，好可怜呢。看一眼眼前鲜嫩的饺子，这死女人最好别出什么幺蛾子，否则我不扒了她的皮。电话打过去通了，但是没接，再打过去通了，还是没接，再打好半天，终于接了。真真。松了口气的瞬间，我怒火上涌，这货只喊了真真这2个字就闭口不言了。按他的性格，以我对他的了解，这绝对是闯祸了。柳芙蓉，你干嘛去了？捡了只猫还是捡了个孩子？他在那边倒吸一口冷气，真真，你在我家安监控了？我差点被嘴中的饺子噎死，喘息了好一会，我一字一顿狠狠地低喊：柳芙蓉，你给我老实交代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柳芙蓉哼哼唧唧给我讲了个感天动地的故事。孩子是邻居家的，天擦黑的时候，孩子妈妈抱着孩子敲他家门。柳芙蓉说她是知道末世之下圣母心要不得的，可是因为今天是除夕，她想起来要祭奠一下爸妈，所以打开地下室的门出来了，就听见了外面撕心裂肺的哭喊。她心惊胆战，刚要跑回地下室，就听到了那位妈妈的砸门声。那位妈妈哭喊：我被咬了，一会儿我就变成丧尸了，柳妹妹求求你，这孩子还不到1周岁，求求你救他一命。柳芙蓉打开一条门缝，孩子被塞进来，关门的时候，一只猫跟着窜进来了。外面那位妈妈哭了一阵，一边哭一边呢喃：千万别出来，千万别再开门，没有好人，没一个好人。慢慢哭声就变成了吼声。柳芙蓉就抱着哭哑了嗓子的孩子逃回了地下室。我耷拉着眼皮，那只猫呢？柳芙蓉哭得正感动，懵了一下，猫？什么猫？哦，你说跑进来那只猫吗？在上面，不在地下室。我看是只野猫，身上的毛乱七八糟的，我怕伤到孩子，给关在上面了。你放心，有猫粮，我放了2袋呢。我翻白眼，绝对不准再出地下室。他应声，你放心，我绝对不出去了。你看前些日子你不让我出去，我一次也没出去，今天这不是特殊吗？我哼，1岁的孩子你会养？他有些底气不足，奶粉肯定能喝，就是你给我买的奶粉是成人的，不知道行不行？豆奶粉也可以吧？我吃的东西他应该也能吃吧？真想叹气，怎么没听到孩子的动静？睡了？是啊，哭了很长时间，好不容易睡着了，幸亏我把手机静音了，要不刚才就被你给吵醒了。对不起呀。没关系，真真。他哼哼唧唧，坏真真，我真怕他醒来就哭，你不知道小孩子哭起来真吓人呀，怎么哄都哄不好。真真，你小时候就没见哭过？我忍耐，你捡到我的时候我9岁了，你觉得1岁和9岁能一样？也是哦，不过小孩子这么可爱，你知道那孩子吗？应该是不知道，我见过很多次，他妈妈经常推着他在花园里晒太阳，是个小女孩叫豆豆呢，他妈妈可稀罕她了，不过我好像都没见过他爸爸。这个电话他絮絮叨叨，害得我热乎乎的一盘饺子都凉了。那孩子是私生女，豆豆妈是个大学生，大4的时候就跟了那老男人，毕业了直接就金屋藏娇住进了别墅区。老男人很少来，即便是来了也是晚上来，早上早就走了。柳芙蓉这个没心眼的自然想不到这么多，端着一杯茶在茶室坐了良久，叹息一声，终于还是起身了。柳芙蓉就是我的报应。算起来距离丧尸爆发差不多1个月了，这些天多数地区网断了，电断了，水断了，有些家庭已经断粮了，社会秩序失控情况下，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柳芙蓉所在别墅区，因为人少，地段也不在城市核心，加上安保措施得力，这么长时间丧尸就只有5、6个，就是最初变异和被咬伤的那些，这个平衡维持1个多月了，为什么突然被打破了？显然是有些人的物资储备不足了。那孩子妈妈说不定就是被推出来的牺牲品，否则她为什么事变之前还嘱咐柳芙蓉千万不要再开门？可是这个柳芙蓉哪是个听劝的？还有那只猫，别墅区哪来的野猫？肯定是谁家养的，说不定猫身上装着摄像头呢。这在柳芙蓉家里逛一圈，里面有什么不是看得清清楚楚？我有时候真是想撬开柳芙蓉的天灵盖，看看它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新闻它不看的吗？末世先杀圣母它不知道的吗？农场距离柳芙蓉家100多里，开车要接近1个小时，现在路上是什么状况不明。就算是一切顺利，到了别墅区，怎么把柳芙蓉和孩子接出来才是最头疼的。但是不去不忍心，此时还守着那孩子傻乐的柳芙蓉，恐怕已经成了别墅区其他住户的猎物。打开车库的隐形门，进入房车，深吸了口气，赌一把，打电话给柳芙蓉，50分钟到你家，把能带的东西都打包好，特别是吃的穿的用的。耳边传来柳芙蓉低低的尖叫声：真真，你可来接我啦！真真，我想死你了！真真，我自己在这里天天吓死了！真真，我早想跟你住在一起了。喊了半天，又有点忐忑。真真，外面很危险呢，你怎么来？
要不还是算了吧，那些丧尸是真可怕呢，这可不是恐怖电影，那些怪物真吃人的。我哼，行了，我开着房车，我那房车你不知道吗？伤不到我，你赶紧收拾东西吧，到时你把你家大门打开，我直接把车倒进去，把车后门对到你家入户门上，东西赶紧运到车上就行了。好好好，我这就收拾。柳芙蓉笑得欢快，我也忍不住笑了。这些日子我是知道他很想跟我一起的，他这个人胆小，还有些依赖人，尤其是摸准我对他还是有些无奈和纵容之后，对我尤其依赖。这样的漠视，他虽然不愁吃不愁穿，但是他还是害怕一个人面对无法恐怖和暴力，那种恐怖当年我被拐卖时感受过，流浪时感受过，但是他也知道如今这样的状况能活着已经莫大的幸运，哪还能强求是否有人相伴呢？所以他也就是想想，从来没说过。如今我主动去接他，这傻子激动坏了。我的房车很大，配置很高，发动机特别牛，动力大，动静却小。出了农庄，进入县城通往市区那条主道没有异常，在主道上又走了大概20里，经过了10来个路口，好几家路边店，没发现人，也没发现丧尸。没有电，除了天空闪烁的星星，整个世界都是黑的。前面是一个乡镇，路两边大概1公里吧，是规格统一的店铺，都是2层半的楼房，好像是镇里统一规划的。我记得有5金店、羊肉馆、炒菜店、奶茶店等等店铺。羊肉馆我去吃过一次，肉很嫩，汤很鲜，我的冷冻室里还存了很多这家的羊肉。进入红薯窖前，我专门定制的，用保鲜盒一盒一盒装起来冻起来了。这条街上肯定有人，或者是丧尸。果然，车灯刚刚照到羊肉馆的横在路边的招牌上，我就看到了隐隐绰绰的人影。我提了车速，这大冷的天，漆黑的夜晚，敢在外面晃动的，肯定不是活人。我咬牙踩死了油门，狠狠冲过去。1公里的街道，车速飞快，时间却好像很漫长。尸体撞击在车身上，发出砰砰砰的声音。车灯范围之内，三三两两的丧尸，惨白夹杂青紫的肤色，破破烂烂的衣服，僵硬的动作。我抓住方向盘的手几乎要痉挛了。终于冲出去，看一眼后视镜，跟着车跑的丧尸已被远远抛在后面。他们的速度毕竟比不上我的车速，擦了把额头冷汗，松了口气。过了那个小镇，一路之上就没有人口聚集区了。我选择走高速，高速路况好，速度快，我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到柳芙蓉家。运气很好，高速收费站栏杆是竖起来的，收费室也没见什么人。顾不上多看一眼，我发狠地踩着油门。半个小时的高速，看到20多辆车横七竖八歪在路上，必定是开车的人变异了，控制不了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大概多数人就死在交通事故中了吧。也有2个在路上游荡的丧尸，还不等他们反应过来，我的房车已经风驰电掣从他们身边过去了。下高速，再有10来分钟就到别墅区了，我的心紧张起来。刚要给柳芙蓉电话，手机却响起来，我急忙接通，柳芙蓉的声音有些颤抖：珍珍，有人进来了，在砸我家入户门，还有砸窗户的。几个人？4个。别怕，我快到了。不，珍珍，你别来了，他们有枪，就是豆豆爸爸，他拿着一把猎枪。我拼命踩油门，别废话，东西都不要了，你就抱着孩子，等我一到你就从地下室出来，上车我们就走，猎枪也没事。还有，别挂电话。房车能进别墅区，刚到门口，门就自动打开了，看来别墅区有自己的发电系统。幸亏柳芙蓉当初将我的车牌号给输入到门禁系统中了。柳芙蓉家在别墅区东边，门前正好是个小广场，我以最快的速度将房车掉了个头，倒进了他家。后视镜中果然看到有人影，我发狠将车导向入户门，门口那人被吓了一跳，在我撞上他的瞬间跳到了一边去。房车扎扎实实堵在了入户门上，车后门缓缓升上去，我喊一声柳芙蓉出来，就有枪声在我耳边炸响。我看一眼驾驶座旁边的车玻璃，没事，车不敢熄火，我只拉了手刹，跳起来就往后面跑。柳芙蓉跟兔子一样抱着孩子跑得飞快，上车的瞬间又听到一声枪响，孩子在哭，我一边拽着柳芙蓉往前跑，一边喊堵住他的嘴。柳芙蓉腿都软了，被我扯着半跪着往前跑。我将她扔在沙发上，关上后门，重新坐在驾驶座上，一边扣安全带，一边盯着前方。4个男人狠狠盯着我。豆豆爸爸果然扛着一把猎枪，另外3个男人，一个拿着一根摔棍，一个拿着一把长长的砍刀，还有一个拿着狼牙棒。我喊一声系好安全带了吗？柳芙蓉7手8脚乱摸索的声音传来，还有那孩子细碎的呜咽声。我狠狠哼一声，柳芙蓉，你给我坐稳了，老子拿命来接你，你敢扯后腿，我把那孩子扔出去喂丧尸。是，记好了。柳芙蓉的声音带着哭腔。我1秒都不耽误，松开手刹，一脚油门下去，照着那4人就撞过去。关键时刻，人怎么可能跟车较劲？那4人跑得比兔子都快，豆豆爸爸猎枪都差点掉了。开出院子，一个急转，飞速向门口奔去。后面4个男人气急败坏追了几步，慢慢就停下来。出了别墅区，又走了几分钟，上了主路。我狂跳的心渐渐平稳，颤抖的身体也渐渐平静下来。咽一口唾沫，嗓子干到疼。上了高速，终于将绷紧在方向盘上的手一只一只掰下来活动活动。柳芙蓉在哭，珍珍，我能去前面跟你坐在一起吗？珍珍，我害怕。我又狠狠咽了口唾沫，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不尖利。来吧，动作快点。跟着柳芙蓉走到前面的还有那只猫。我倒抽一口气，以我自己都难以置信的手速，一把将那只猫从柳芙蓉的肩膀上薅下来，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打开车窗扔了出去。柳芙蓉目瞪口呆看着我，嘴巴开开合合说不出话。我哼一声，继续开车。好大一会儿，他小心翼翼开口，珍珍，猫食量很小。我没说话，他又嘀咕，我可以少吃点。我冷声，我停车，你回头捡它。他居然有点惊喜，可以。我额头青筋直冒，这死圣母我早晚死他手里，可以。我把这小崽子一块扔下去，你们2人一猫正好共赴黄泉。他抱紧了怀中的小崽子，闭嘴了。
坐在前面的柳芙蓉并不安分，见到横七竖八躺在高速公路上的车会倒吸一口冷气，看到游荡在路上的丧尸会轻声惊呼。经过那个小镇子，看到被房车撞飞的丧尸尖叫声堵在嗓子眼，人差点噎过去。自己吓够呛，却没忘了把那小女孩抱得紧紧的，还拿手捂住那孩子的眼睛。终于进了农庄，我在那座小城堡旁边有一瞬间的犹豫，终于还是认命，将车开回了车库。3个人的红薯窖太热闹，柳芙蓉不是个安静的人，但是在我的红薯窖里的柳芙蓉安静的要命，不但安静，而且贤惠，洗衣做饭看娃，特别是看娃。不到1岁的娃还不会走，但是跟只小兔子一样爬得飞快。为了防潮，红薯窖地面铺的全是瓷砖。我在家喜欢只穿袜子，但不喜欢穿拖鞋，为了脚感舒服，又全部铺了地毯。本来不养宠物，只有我一个人也极少制造垃圾，有台吸尘器，偶尔吸一吸就行了。谁知道多了个柳芙蓉，还多了个1岁娃。天知道养个1岁的娃这么麻烦。早上5点钟，我正睡得香沉，隔壁那孩子就咿咿呀呀醒了。我拿被子捂住头。装修的时候我就不该心血来潮把2间卧室打通了。谁说奶娃娃的奶音可爱的？柳芙蓉那个老妈子一天的工作手忙脚乱开始了。要把尿，要喂水，要冲奶粉，要玩玩具，要吃水果泥，要吃米粉，要跟他说话，要哄睡，要陪他躺着，要尿了哭，拉了哭，饿了哭，渴了哭，没拉没尿，不饿不渴也哭。我躺在床上听隔壁柳芙蓉耐心的哄：小豆豆啊，你要听话，不要惹我家珍珍不开心哦。皱眉，柳芙蓉这个圣母说她傻，极傻，跟个散财童子似的，关键不分好坏，见人就散。说她聪明，又极聪明，那么危急的时刻，豆豆爸爸拿着枪在那虎视眈眈，我都告诉他了，什么都不拿了，只抱着孩子上车。他吓得快尿裤子了，居然还是没忘记拽了一个大登山包，包里装着奶粉、米粉等适合小孩子吃的食物，甚至我还看见他从包里翻出了几件小孩子衣服。在我瞪向他的时候，他讪讪解释，我小时候穿的，我妈妈都给我留着呢，豆豆只有身上1件衣服，就把我小时候的翻出来了。叹口气，起来吧，圣母把小孩子伺候得舒舒服服的，我起来伺候圣母吧。再说，就那登山包能装几罐奶粉和米粉？总不能真把那小崽子饿死吧？我得想想办法给他弄点他能吃的东西。再看一眼手机，监控显示这几天农场周围没有任何异常。柳芙蓉被我接回来的第3天，网断了。我虽然挺烦躁，却也有些庆幸，幸亏将他接回来了，否则断网之后没法联系。以柳芙蓉的性格，他还能在这乱世之下活几天，很难说。我不喜欢小孩子，那孩子估计也知道我并不喜欢他，很少靠近我，甚至我从他旁边经过，也会老老实实躲着我。他极依赖柳芙蓉，动不动就抱着柳芙蓉的脚被他拖行，还会昂着小脸妈妈妈妈的叫。柳芙蓉心都化了，抱起他就亲，一边亲还一边向我炫耀：珍珍，不用生就有人叫妈妈了，你羡慕吧？我在厨房对柳芙蓉的嘚瑟充耳不闻，一边看恐怖片，一边包水饺、做混沌、炒面茶、磨蔬菜泥、水果泥、煮羊肉丸子、牛肉丸子、鸡肉丸子、鱼肉丸子、虾肉丸子，多了一大一小2个人。我的生活变化不大，除了在厨房里待的时间长了些，3个人吃饭跟1个人吃饭毕竟不同，量大花样多，要多花一点时间和心思。柳芙蓉小心翼翼住了10来天，发现我除了偶尔皱皱眉，对她和豆豆的忍耐度还不错，就开始放飞自我了。她从我的衣帽间找了身毛绒家居服换上，也跟我一样只穿着袜子，在红薯窖里转来转去。她抱着那小丫头走进茶室，哇塞一声，跟那小丫喝了1天茶，2个人喝得肚皮圆滚滚的。她抱着那小丫头走进活动室，哇塞一声，跟那小丫头在里面玩了好几天，叫都叫不出来。她抱着那小丫头走进影音室，哇塞一声，跟那小丫头在里面待了半天，被我薅出来了。她算了，反正除了我的私库和暖房，她都能在里面玩好几天。暖房她也想进，可惜我知道那小丫头的破坏力，没有给她机会。红薯窖里真热闹啊！我坐在茶室喝茶时，听到柳芙蓉在外面叫：豆豆，你怎么又尿了？哎呀，尿地毯上了，坏了坏了！你珍珍姐姐要大发雷霆了！我翻个白眼，懒得理她。1个月后，像小兔子一样喜欢在地上爬的小丫头会走了，先是扶着沙发站，慢慢就扶着沙发走，后来胆子大了，敢撒开手挪2步了。也不知道哪天，她就磕磕绊绊小跑着冲进了笑得一脸感动的柳芙蓉怀里了。柳芙蓉兴奋的不行，半夜爬上我的床把我摇起来。我眯着眼听她叨叨：珍珍，也不知道豆豆到底是哪天生日，不过没关系，他会走了呢，要不就给他过生日吧。周岁的小孩子是不是要抓周？要不我们也抓一下吧。抓周要准备什么？书啊、笔呀、钱啊、印章啊。你有乐器吗？啊，你没有。珍珍你干啥都行，就是没有音乐细胞，五音不全，所以你排斥一切乐器。哈哈，可惜了。还要玩具，可怜的豆豆居然没有玩具玩，别墅里很多积木呢，可惜一件没带。要有武器，你有哦。珍珍那天车里我好像看见管制刀具了，还有那天你衣服里面鼓鼓囊囊的，藏了什么？不过不行，抓周要用假的，真的可不行，再吓着豆豆。他竹筒倒豆子一般，嘴巴噼里啪啦没完，我正想一句话噎死他，好睡个安稳觉，却听见床头的警报器发出了滴滴的警报声。我一跃而起，柳芙蓉吓了一跳，忙问：怎么了怎么了？我一边往影音室走，一边嘱咐他：可能有人来了，你老老实实搂着那丫头睡觉去。影音室里有一面墙的监控画面，农场大门口有2辆越野车，车旁边站着2个人，2个男人，一个高瘦，一个矮胖，2人正在交谈。哥，这里不行。胖的那个问。这里荒了，肯定没有物资。我记得这个老板早就出国了。开门看看吧，我记得有年我来过，老板种了很多红薯，咱们没吃的了，有点红薯也行啊，得让孩子吃饱饭。看看吧。开门很轻松，大门上就一把老式锁，被胖子一锤子就砸开了。他们在农庄里逗留了快1个小时，除了这2个男人，还有1个女人和2个孩子。真被他们挖到了红薯，
还有柿子树上风干的10来个柿子。他们也发现了那个法式城堡。胖子想过去看看，瘦子拦住了他，没必要，这边不能住，都荒废好些年了，肯定没电也没物资，总不能只靠这几个红薯过日子。咱们的目标是里面那几个庄园，据我所知，那里有几个地下会所，很隐蔽，物资充沛，而且有单独的水电。胖子有点发愁，那里面肯定有人，咱们能进去吗？瘦子沉默，我去过一个，试试吧，实在不行再回来。他们走了，农庄的大门没给关上，2辆车消失在监控范围之外。我有点后悔装修了那座小城堡了。今晚这几个人没有进去，一是因为对农场破败的固有印象，认为城堡里不适合住人；二是因为天黑没有走到城堡旁边仔细观察。可是万一他们没法进入他们想去的会所，真的再回来呢？就算是他们没回来，万一其他人也像他们一样走投无路来这里求生呢？我决定搬空城堡，也是我大意。知道丧尸爆发的时候，我就应该去把城堡搬空的。很显然，丧尸爆发城市受到的影响最大，人员越密集，这传播的速度就越快。等到大家都意识到外面的危险了，躲在家里也更难，因为缺水和缺少食物，难免就会出现弱肉强食，就会有人为了口吃的不择手段。有能力从城市撤出来的，也会想方设法撤出来，回农村是最好的选择。位于城市和农村中间带的我这种农庄，也是不错的替代品。我想安然躲在红薯窖里，就必须制造农场荒芜的表象。农场确实是荒芜的，可是谁让我手欠，好好的干嘛把城堡给重新装修了？一旦有人来了，进了城堡，发现里面装修很新，家具很全，自然可以推断出有人住过，或者说是装好了就要住的。那城堡结实耐用，难免就想住一住。真要有人在这里住下了，我的车库和红薯窖就容易暴露。没时间犹豫了，跟柳芙蓉交代了几句，我起身出去了，悄悄将房车开到城堡下，没敢开灯，摸黑上楼，跟土匪进村一般，一层一层扫荡。我行动飞快，东西不分大小轻重，能拿的全拿走。到1楼的时候，房车已经挤得满满当当了。我赶紧将车开回去，往红薯窖里倒腾了一些，再开回去把1楼扫荡了一番。全部扫荡完，拿手机照明回头看一遍，不行，里面太干净太新了。我发狠，找了根棒子，从3楼开始砸窗户，每个楼层都砸破了几扇，又切断了水电系统，最后扔了些枯枝烂叶在里面。整夜没睡，天亮了，那2辆车没回来，也不知道是顺利进了会所，还是有去无回。不管怎样，我算是放了心，躺在床上睡了个昏天暗地。一觉醒来，浑身酸痛，看看时间，竟然已是下午4点。听到外面有动静，起来往外瞅一眼，是柳芙蓉在收拾东西。只见她抱着一口电压力锅走在前面，豆豆抱着一只小奶锅走在后面。小丫头突然看到我，大概是吓了一跳，本来就歪歪扭扭的脚步一顿，小身板就倒在了地上。这孩子能吃能喝的，小肚子鼓鼓的，小屁股圆圆的，跌在柔软的地毯上，并不疼，不过小嘴一瘪就要放声大哭。柳芙蓉听到了动静，转身就看到了小丫头瘪嘴要哭的样子，赶紧放下电压力锅，跑回来抱起小丫头哄。又见我站在一边，珍珍你醒了，煮点馄饨吃。我摆摆手，我需要先去喝一壶茶。舒舒服服喝了一壶茶，又煮了一盘水饺吃掉，才觉得身子舒坦了。昨天晚上太着急了，从房车里拿下来的东西都扔在地上了。内衣大一小已经收拾的差不多了，但是房车里面还是满满的，需要再运到红薯窖里面。1个月缓缓而过，农历3月份了。这1个月内有3伙人从农场前经过，第1伙是母女2人，2人开着车从我的农庄大门前一闪而过。第2伙是2个男人，像是兄弟2个人，在我的农庄门前停下，进来转了转，特意到城堡门口看了看，然后骂骂咧咧走了。他们走的时候，一个男人去驾驶室，另一个男人去副驾驶。开车门时，隐约看到后车座上还坐着人，很瘦小，低着头靠在车窗上，好像是个女人。第3伙应该是一家人，开着房车，一对60来岁的男女，应该是爷爷奶奶；一对20-30岁的男女，应该是儿子媳妇，还有一个比豆豆还小的孩子，趴在妈妈怀里。这一家人比较悠闲，在农庄里逗留了一下午，挖了好几袋红薯。经过了一个冬天，那些红薯很多已经被冻坏了，还有一些因为天气转暖发芽了，能吃的其实并不多。柳芙蓉却看得眼馋，地瓜烤了多好吃啊！我看他一眼，有些莫名其妙，储藏室里那么多，什么品种都有，你没发现吗？柳芙蓉愣了一下，拔腿就往储藏室跑，今晚吃烤地瓜。豆豆也跟在后面跑，跑得磕磕绊绊的，嘴里咿咿呀呀，呱呱。5月份，农场绿意盎然。小丫头晚上蹬被子，着凉了，有点发烧，没有儿童退烧药。柳芙蓉拿着成人退烧药，斟酌了又斟酌，眼看那娃烧到快39度了，终于含着泪，减量给喂到了嘴里。小丫头不哭不闹，乖乖喝掉，趴在柳芙蓉怀里睡得迷迷瞪瞪的。生病的小孩太折腾大人了，特别粘人，不肯好好躺在床上，只肯窝在柳芙蓉怀里，搂着睡都不行，必须抱着。我嫌柳芙蓉惯孩子，提溜着小丫往床上扔，柳芙蓉明明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却眼泪汪汪，伸手还要抱。得，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干脆把他俩扔到沙发上，给柳芙蓉身下垫几个靠背，让她半躺着，再把小丫头塞进她怀里，这样柳芙蓉也能休息休息，那小丫也感觉自己被抱着，不闹腾了。小孩子体质好，发烧的时候萎靡不振，退烧了立马活蹦乱跳，反倒是柳芙蓉，孩子烧了3天，她简直去了半条命，整个人憔悴不堪。等2人终于都精神起来，又开始在红薯窖里瞎闹腾时，我开始关注外面的世界了。我一直不认为丧尸来了就意味着末日来了，人类要消亡了。虽然不知道丧尸到底是怎么来的，是自然还是人为，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东西是不死不休的。丧尸也是如此。最初人害怕，主要是因为丧尸行动迅速，力气大，又嗜血，很多人来不及反应就被咬了。但是没多久，人就反应过来了，丧尸有缺点，他们畏光，没有新鲜血肉供给，爆发力和伤害性就会大大减弱。更别说，慢慢人类就发现，只要对他们的脑袋进行破坏，只剩下躯体，丧尸就完全丧失了攻击性。
只要丧尸不进化，人类战胜甚至消灭他们只是时间的问题。甚至再往细了想一想，丧尸是冬天爆发的，哪怕是不去管他们，等春暖花开了，他们身上的肉臭了烂了，等夏天过去就剩一副骨架子了，那还能有什么攻击性？一棍子敲下去就散了。怕的是丧尸爆发后和消灭前的这个时间段会有别有用心的人作恶，增加丧尸的扩散面，也怕有人熬不住，不得不出来寻找食物，结果自己沦落为丧尸的食物。更怕的是丧尸病毒就是人为灾难，是某些国家或者组织针对人类或者说我们黄种人制造的武器，先用丧尸病毒解决一部分，再趁你病要你命，那才是真正的灾难。可惜现在信息全无，我只能躲在红薯窖里，保证我们3个人的安全。这些天再没发现有人经过农场，翻到了好些年前淘来的一个古董收音机，摆弄半天还能用，可是什么动静也没有，好像整个世界都进入了静默状态。我有点焦虑，不太正常。丧尸爆发4个多月了，按说现在应该进入可控期了，政府应该发布通知，告诉大家安心在家待着，等待政府清除丧尸，早日恢复社会秩序了。可是没有，这说明在我们普通人看不到的地方，一定有什么事在发生。回头看一眼嬉闹的一大一小，比起外面的腥风血雨，比起那看不到的暗潮涌动，这里算得上岁月静好了，苟着吧。6月份的一个夜里，一辆房车仓皇冲进了农场。我睡得晚，红薯窖里只有灯光没有阳光，实际是不分白天黑夜的。我的作息非常随意，饿了吃，困了睡，不饿不困的时候就做自己的事。柳芙蓉这个怪胎，当年他自己过日子的时候跟我差不多，想吃就吃，想喝就喝，就想睡就睡，养了个小崽子，反倒讲究起来了，制定了个作息表，天天照着作息表过日子，说是为了豆豆身心健康着想，不能把坏习惯带给孩子。我懒得理他，随他折腾吧。我还是按照自己的习惯做事。柳芙蓉和豆豆给红薯窖带来了热闹，他俩自从知道我虽然冷冷淡淡不爱说话，但是容忍度却很高，随便他们闹腾之后，早就解放了天性，天天在红薯窖上蹿下跳，大呼小叫。有他们俩吵闹，我白天就很少能够静下心来做事，索性睡觉看看书，反倒是晚上他们睡着之后，我有足够的时间和宁静的空间。那天晚上从暖房出来，洗了几个西红柿，走进了影音室，有滴滴的报警声，说明有什么东西进入了监控范围之内。然后我就看到了那辆房车，是那次从农场里挖了好几方便带地瓜的那一家人的房车，开车的应该是孩子爸爸。房车停在了城堡前，孩子爸爸下了车，小心翼翼四处看了看，没发现什么危险，才让孩子妈妈下车。他接过了孩子，让孩子妈妈踩着一个凳子爬城堡窗户。孩子妈妈在凳子和老公的帮助下，好不容易爬上去，又费了点功夫，才终于将身子挪进了窗户。那窗户太窄了，孩子妈妈跳了下去，然后飞快跑去打开了门。门打开了，她老公立刻把孩子塞给她，你去上面看看，我搬东西。夫妻俩分工明确，孩子爸爸吭哧吭哧从车上往城堡里搬东西，孩子妈妈抱着孩子小心翼翼往楼上探查。房车容量很大，吃的穿的用的都有。孩子爸爸行动迅速，将房车门堵在城堡门口，就像我那时用房车将城堡里的东西往红薯窖拉一样，他用了不到半小时将房车搬空了。孩子妈妈看完了整个城堡，将睡着的孩子放下，便帮着孩子爸爸整理东西。孩子爸爸将房车开到了城堡后面，他的房车并不大，至少跟我的比起来算很小了。城堡后面藏一下，再加上杂草掩映，不仔细看发现不了。这是个聪明人。夫妻两人抹黑收拾了一个晚上，男人找些建筑废料把我砸碎的窗户钉起来了。两人几乎把从房车里拿出来的东西都运到了3楼。男人把1楼客厅的茶桌搬到了1楼到2楼的楼梯间，把2楼的书桌搬到了2楼到3楼的楼梯间，应该是担心万一有人进了城堡，用来做阻挡的。这个男人看着文质彬彬的，还是有把子力气的。城堡并不大，楼梯很狭窄，茶桌和书桌都是很沉的。废话，不沉的话，我恐怕都搬到红薯窖里了。又沉，楼梯间那么狭窄，他能施展的空间实在太小。2个人配合，好不容易搬好了。3楼卧室我搬的时候基本没怎么破坏，只拿走了衣服和床上用品。床是跟红薯窖一样的圆床，床垫都好好的放在上面呢。夫妻俩收拾好，一头倒在床上，妻子给半醒的孩子喂奶，男人躺着沉默。好一会儿，孩子吃饱了，哼哼唧唧又睡着了。我听到孩子妈妈轻轻说了句：“文治，我们能活下去吗？”好一会儿，听到男人低哑的声音：“能，爸爸妈妈拿命为我们换来的生机，我们要活下去。”孩子妈妈哭了，哭声压抑。男人叹息：“别哭，休息吧，我也歇一会儿。这个农场荒废了，挺好。天亮了，我出去找水，找食物。我们拿来的东西虽然不少，也不能坐吃山空。”夜很静，女人的啜泣声慢慢听不见了。那位叫文治的爸爸是个勤快人，他晚上会小心翼翼走出城堡，去河里打水，在农场里找吃的。6月的农场虽然荒废了多年，却还是有不少可吃的。他捡了很多甜瓜、黄瓜，割了很多韭菜、芹菜，捡了2个长得不怎么圆的西瓜，摘了很多西红柿，还有茄子、辣椒，还挖了很多土豆。农场西侧有个葡萄长廊，没人管理，野性生长，结果并不多。他摘了5、6串，拿给他的妻子时，他笑了，他的妻子泪流满面，扑进了他的怀里。他拍着他的后背安慰：“别怕，别哭，你喜欢阳光玫瑰呢，吃吧。”我发现他是个很细心的人，他白天就守在3楼窗口，到处张望，一方面应该是警戒，一方面就是观察周围有什么可吃的。所以晚上出去找食物的时候，他的目标很明确，行动很迅速。他应该是很有些野外生存能力。他从房车里往城堡运送物资的时候，我就推断出他们一家应该经常进行房车旅行，具有房车旅行经验，野外生存能力就不会很差。他像蚂蚁搬家一般，不但收集吃的，还将我装修红薯窖时散落在农场里的各种板材、农具也收进了城堡里。他甚至跑到那废弃的星空房和草棚子里，将里面吊腿的桌子、凳子等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部搬回到城堡里了。他
他甚至拆了好几间星空房，拆的时候很小心，一片一片将透明的硬塑料拆开，又抱到河边擦洗干净，再抱回城堡里。他还拆了好几个草棚子、木头、砖块，甚至连草棚子顶上的茅草都没放过，全抱回城堡里了。忙活了20多天，整个城堡的1楼、2楼几乎被他塞得满满当当了。他减少了外出的次数，我终于知道他收集了那么多东西的目的是什么了。他用一根锯子拆了很多木板、木棍、桌椅板凳，长度都差不多，一圈圈摆在1楼，将整个1楼变成了一间木柴室。他是个耐心又细心的人，木柴摆得整整齐齐，窗户附近特意用星空房的硬塑料重新钉了一遍。比起木板，这种硬塑料很明显更防风防雨。2楼放了各种工具，有我装修时扔掉的锯子、尺子、钻头等等，也有原农场主扔在农场里的各种农具。他自己做了几个架子，放在南侧窗户旁边，把收集来的蔬菜水果晾在架子上。他熟练地砌了一个灶，将豆角、茄子、土豆等煮熟了再晾干，这是为冬天做准备呢。7月份某天，他抱着孩子，那孩子看起来应该有7、8个月了，是个女孩，很省心的孩子。那位妈妈奶量不大，已经给添加辅食了，小米粥、面粉糊糊、蔬菜泥，给什么吃什么，也没什么脾气，很少哭。爸爸妈妈抱起来逗一逗就笑。他一边逗着孩子，一边有一句没一句的跟妻子商量，等天凉了，我把在3楼搭一个星空房，把这个床罩起来，外面再围一圈茅草，冬天睡觉就暖和了。他的妻子正在翻弄孩子的衣服，闻着你太有想法了。我正想着这个城堡好是挺好，就是夏天太热，冬天太冷，又有些懊恼。宝宝的衣服不少，可是冬天的不多，怕是要挨冻了。她仰起头看向她老公，大概还想说什么，却见她老公脸色大变。农场外面的路上，有个人正从东边走过来，那是个一身黑色衣服的瘦弱的人。7月份的天气很热，那个人非但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上衣还是连帽的，帽子戴在头上，肥大的帽檐遮住了半边脸，让人辨认不出性别。那人走路方式有点僵硬，不稳也不直，磕磕绊绊，身子随着步子歪歪扭扭，但是又不柔软，显得怪异。这人的后面远远跟着一辆车，我放大画面仔细查看，好像是3月份从这里经过的那兄弟俩开的那辆车。那兄弟俩坐在车里，眼睛紧紧盯着前面那个人，神情紧张。城堡里的夫妻紧张异常，妻子紧紧抓住男人的手臂，老公是那兄妹3人，他们肯定是被赶出来的。男人没吭声，只拍了拍妻子的手，一人一车慢悠悠越走越近。终于，那人在农场竹子栅栏旁边停了下来，那车也跟着停下来了。城堡里的夫妻更紧张了，男人轻声跟妻子说：“你抱宝宝去床上吧，喂喂他，别发出声音。”妻子哆嗦着抱着孩子窝在了床上，男人则靠在窗边的墙上，紧紧盯着那一人一车。我也紧紧盯着那一人一车。前面那人走得近了很多，我从屏幕中可以放大看清楚他的脸了，苍白不是惨白，带着块块乌青，皮肤有种被无数次大力挤压后的残败感，偶尔从帽檐下露出眼睛，是死的。对，雾蒙蒙的眼珠，好像眼珠子上多了一层白膜，不，黑膜。我皱眉，我甚至不能肯定那是白膜还是黑膜，无法形容出他的眼睛状态。他长长的袖子只露出半截手指，长长的指甲是黑色的，指甲上面的半截手指却是斑驳的黑灰色。我长长舒了一口气，这是丧尸。怪不得3个月前那兄弟2人将妹妹放在后座上，看着有些古怪呢，可能那个时候妹妹就感染了病毒吧。倒是奇怪，好像这位妹妹与我在视频里看到的和在去接柳芙蓉时在路上见到的丧尸都不太一样呢。她好像没什么攻击性，至少对后面跟着的车里的2人，她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我记得我去接柳芙蓉时，镇上的丧尸听到我车的动静，都争先恐后跑来攻击。那丧尸徘徊了一会儿，终于又继续往前走了。他走得很慢，走到农场大门时，我跟城堡里的男人一样都很紧张，我担心他会进来，更担心他的哥哥们会进来。好在他并没有理会农场大门，速度虽然慢，却没有停歇地走了。2个小时后，一丧尸一车消失在监控范围之外。城堡里的夫妻紧绷的身子终于放松了，妻子眼泪汪汪，老公宝宝抱不动了。男人赶紧跑过去抱孩子，却踉跄了一下，一头栽倒在床上。夫妻俩大喘气，是劫后余生的感觉。我也松了一口气，离开影音室，闻到牛排的味道了，去吃一口吧。柳芙蓉现在越来越会做饭了。此后10来天，再没有异常现象。堡内那对夫妻恢复了女人看孩子男人觅食的日常。我不再天天盯着监控，只偶尔看一看农场周围有没有异常。柳芙蓉天天嘀咕豆豆可怜，都没有玩具玩。我横眉冷对，她带着那小丫头挨个房间祸害我的红薯觉，那小丫头在她的纵容下无法无天，除了我锁着的那几间，全祸害遍了。我一点都没感觉那小丫头可怜，相反，我看她欢快得很。不过闲着也是闲着，反正我的兴趣房里工具材料都齐全，也好长时间没动手了，活动活动吧。一套简单的彩色方形拼图积木做出来，柳芙蓉比那小丫头还兴奋，一大一小娃了一下午一晚上，自创了各种形状，什么小鸡、小鸭、小狗的。那小丫头哪见过那么多小动物？白跟着柳芙蓉兴奋，我都担心等孩子大了，从红薯叫出去了，看到真实的小鸡、小鸭、小狗会是什么感受了。看他们玩的兴奋，我也起了闲心，今儿捣鼓出一套数字，明儿捣鼓出一套字母，哪天又爆出10来个芭比娃娃，柳芙蓉简直要尖叫。珍珍，我太爱你了，这么贵的木头，你舍得给豆豆做这么多玩具？又抱着心脏哀嚎，珍珍，你不是还玩玉石吗？我也要，你原来送给我那些还在我家呢，可心疼死我了。我逗他，你连给这小丫头带你小时候的衣服都想到了，就我送你那点首饰，你都扔了？哪有？他捂脸，珍珍，我的美貌需要衬托。好吧，一个镯子，一个手串扔给他。他惊呼，珍珍我爱你。一个小镯子，一个小手串也扔给他。他抱着小丫头转圈圈，金子款。珍珍，我爱死你了。小丫头傻呵呵的，不知道她妈妈傻乎乎转什么圈圈，却不妨碍她跟着一起傻乐。
日子一天天过，柳芙蓉每天忙翻天，也不知道当初她一个宅女怎么躲进这红薯窖了，反倒是精力旺盛了，一大早就爬起来做饭，做完饭招呼小丫头吃吃喝喝，吃完喝完收拾家务，收拾完陪着小丫头玩玩具做游戏，再做饭再吃喝，午休睡完起来继续疯玩，好不容易一天下来，我看着都累。那小丫头睡着了，她竟然还有精力摸到我房间来跟我闲聊，我闭着眼睛不想理她。珍珍，这日子真好啊。珍珍也不知道外面怎么样了。珍珍住在城堡里那一家过得还好吧？真可怜，想想要是没有你，我跟豆豆怕是比那一家更可怜呢。珍珍也不知道外面什么时候能够恢复正常。虽然我觉得咱们很安全，过得很自在，但是外面的人，我有点担心。珍珍，等以后恢复正常了，你是不是要撵我和豆豆走？珍珍，当初我爸爸让我发誓不能让别人进我家住，我怎么给忘了？我可以住到别人家呀，可怜我孤单寂寞冷了那么多年。珍珍，明天你想吃什么？珍珍，我还想要个镯子，我想要一堆镯子，最好一个胳膊上10来个，哈哈，富婆。他絮絮叨叨睡着了，都忘了回自己房间，害得我半夜爬起来把哭哭啼啼的小丫头塞进了他怀里，自己跑茶室沙发上睡了一觉。天气转凉了，堡内男人从农场里捡了最后几个豆角的那个晚上，警报又响了。自从那一家3口住进堡内，我已经把堡内和农场内的几个摄像头警报都关了，只留了大门口一个。迅速查看，心脏骤然紧缩，有3辆车缓缓从东边驶来，停在了农场门口，都是越野车。3个男人分别从车上下来，一个高，一个矮，一个瘦，他们手中都提着什么？3人站在农场门口观望。矮子问：“这个农场我记得破败多年了吧？能住？”高个说：“现在还有哪里能住？这里好歹有个小城堡，这天越来越冷了，现在能遮风避雨就行，反正那边是回不去了。”瘦子说：“这农场离那边太近，咱们走得早，那些人总还要走出来，咱们先占了这里最好，再往前走，不知道还有没有能住的地方。”矮子叹息：“这条路往西走到头，要么往北走回城里，要么往南走，要经过镇子，估计镇子上也有不少丧尸。”高个说：“镇子那点丧尸，开着车倒不怕，就是车里也没多少油了，不知道还能走多远，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可住的地方，还是先在这里凑合凑合吧。”3个人便往城堡走去。我放大镜头细看，他们手里一个提着一根木棍，一个提着一把斧头，还有一个提着一根铁棍。赶紧打开堡内监控，堡内的夫妻2人异常紧张，女人紧紧抱着孩子，缩在角落里，男人双手紧紧握着一根削尖了一头的木棍，站在正对着那3人的窗户侧边，紧紧盯着3人。3人先去开门，发现打不开，拍了拍门试了试，发现门的质地很牢固，不是轻易就能破坏的，便向旁边的窗户走去。高个看了一眼，怎么都是些木柴？矮个问：“都是？”高个搬了几块石头落在窗户下，站上去又看了看，几乎全是，摆得很整齐，看样子这个城堡被农场当柴房用了。门进不去，就得从窗户进，这窗子很窄啊，瘦子，你能进去吧？我试试吧。高个说：“等等，这个窗户被人用木条封住了，看看别的。”3个人没走几步，就发现了堡内夫妻的那辆房车。3人立刻停下脚步，彼此看了看，迅速贴着城堡站着。沉默。堡内夫妻一声不吭，贴着城堡墙根站着的3人也一声不吭。好大一会，才听瘦子喊了句：“是文志兄弟吧？原来你们夫妻逃到这里了。”等了一会没有回音，瘦子又喊：“文志兄弟，你们有先见之明，早早逃出来了，那里面实在是没法待了，我们兄弟3人没办法，只能也出来另寻活路。你看我们车里油也不多了，这城堡也不小，求兄弟收留我们一下。”又等了一会儿，还是没有回音。那高个有些不耐烦，晃了晃手中的斧头，被矮个拍了一下肩膀，又老实站好了。文志兄弟，你们一家应该是住在3楼吧？要不这样，我们兄弟仨就在1楼猫着，我们保证不往1楼以上走，咱们互不打扰，你看怎样？兄弟，你看，若不是被逼无奈，我们也不能来难为你，真要动起粗了，你带着老婆孩子的，无论如何也对付不了我们3个大老爷们，对吧？文志兄弟，退一步讲，那边什么情况你也知道，否则你们也不会早早逃出来。说实话，我是真佩服你家老爷子啊，豁出去自己老2口，给你们抢出了一条活路。前阵子那3个祸害走了，你知道吧？是不是也从这里经过的？没进来。文志兄弟，我想你也清楚，以后来这里的只会越来越多，3个庄园，好几十口子人呢，你觉得你一个人守着这个城堡能守住？要不咱就退一步，你让我们进去，我们保证不伤害你们一家，合作一把。堡内一家始终沉默，我有些犹豫。堡内那一家3口占据我的城堡时，我是有些不高兴的，但是这段时间男人是能干的，女人也是贤惠的，连那个小娃娃都是不怎么哭闹的。那男人像停不下的园丁，一点点整理着城堡内的一切，囤了很多东西，摆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那女人看起来有点脆弱，但很有韧性。整个3楼的东西基本是她整理的，她用一条长长的围巾将孩子包着绑在胸前，有时候也背在背上，一边哄孩子一边2手不停。有天下午，她一边整理衣服一边跟男人聊天：“老公，我觉得这个城堡咱们进来的时候虽然有点乱有点脏，窗玻璃都破了好几块，可是我觉得这里好像才装修过没多久呢。”男人嗯了声，这农场是荒废了很长时间了，地里乱糟糟的，那些果树蔬菜地瓜看不出有人管理的样子，不过这城堡确实是新装修过的。还有，他有些迟疑，北边山脚下有个车库，是新的。女人有点吃惊，是新的吗？看着好像有些破旧，是新的，做旧的。我估计应该是在病毒爆发前，这个农场被人接手了，新接手的人修了城堡，修了车库，还没来得及整理别的，病毒就爆发了。女人叹息，是我们的福气。男人没再吭声，但我猜他想到的比他告诉妻子的要多。他满农场找吃的用的，但是车库附近他从来不踏足。车库周围的桃树、梨树、柿子树很多棵，结了很多果子，他一个也没来摘过。他甚至从来不往车库这边多看一眼，他大概猜到了车库里有人。
这是个有分寸感的人。这么长时间下来，我对这一家的印象还不错，已经默认了他们的存在。我希望他们能够守住城堡，这家人安分又勤快，我不希望好好的城堡，特别是那一家人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辛勤劳动，好不容易收拾得又干净又整齐，被3个野男人给摘了果子。那3个男人一边用话术稳住堡内男人，一边却做了分工。矮个继续喊话，高个和瘦子爬上了房车。瘦子拿着斧头，在高个的帮助下，正往3楼一扇窗户上爬。他们肯定是猜到那一家3口躲在3楼，看来是打算直接破窗而入。我皱眉，这3人根本没打算跟那一家3口和平相处，他们是要下黑手。我在犹豫着要不要帮一把。1对3，虽然城堡易守难攻，但是毕竟力量悬殊，很难预测结果如何。观察观察吧。一场无声但惊心动魄的斗争。男人用绑在木棍上的西餐刀刺伤了瘦子的一只眼，瘦子闷哼着掉在了房车上。高个和矮个低声怒骂，不敢强攻，捡了石块扔向玻璃窗，玻璃碎了。矮个继续扔石块，高个往窗户上爬。高个在石头的掩护下，提着斧头爬上了窗户，几斧头劈开了窗框，发着狠将男人绑在木棍上的西餐刀劈掉了。女人尖叫一声，颤抖着捂住了孩子的嘴巴。眼看着高个就要挤进来了，男人发狠抓起刚刚被扔进来的石头猛砸。高个半个身子挤在窗户上，只一只手可以挥舞斧头，毕竟受限，被男人的石头砸破了脑袋。他双目赤红，怒吼一声，一条腿跨过来，胳膊一抬，就要将斧头劈到男人头上。女人惊呼，突然爬起来，抓起地上那把西餐刀，从侧边一刀扎进了高个的太阳穴。高个愣住了，他缓缓地转头，不可思议地看向刚刚还躲在角落里的女人。没等他反应过来，男人夺过他的斧头，狠狠砍向了他的脑袋，一死一伤。已经爬上了另一边窗台，准备趁着堡内夫妻将注意力都放在高个那边的机会，出其不意进入3楼的矮个悄悄溜回了地面。我松了一口气，堡内的夫妻俩爆发出的勇气让我很有些欣赏，尤其是妻子在关键时刻那一刀稳准狠，虽然一刀结束，整个人都软倒在地上了，却实实在在解除了危机，起码为她老公杀掉高个创造了机会，打了一剂强心针。可见人在绝境时能够爆发的潜力是无穷的。此刻，男人把高个推出了窗外，高个从3楼掉到了房车顶上，又滑到了地上。正躲在房车旁边的瘦子被吓了一跳，摸了一把高个，然后就跟触电了一般窜到了一边去。他贴在城堡墙上，正在犹豫，却听到汽车发动的声音。是矮个看到高个丢了命，他再没了强抢城堡的野心，连受伤的瘦子同伴都不管了，打算开车走人了。瘦子立刻反应过来，也往车子那边跑。可惜他们运气不好，那个死了的高个的车子在最前面，那条小路不到4米宽，平常2辆车往路两边靠一靠，倒是也能错开通过。可是谁让他们来的时候大咧咧把车停在了道路中间呢？两人过不去。矮个骂咧咧下车，要去把高个的车给开到路边，却发现后面有几道灯光忽闪着飞速过来，又来了3辆车。我立刻起身看一眼，一脸担心看着监控画面的柳芙蓉，老老实实在这等着，绝对不准出去，我去帮那一家。好好好。柳芙蓉嘴里答应得很利索，人却有点懵，竟然跟着我往外走。我在红薯窖门口伸手拦住了柳芙蓉，老老实实待在这里，看好那个小丫头，要是敢擅自出去，等我回来就把那小丫头扔出去。柳芙蓉吓了一跳，赶紧往后退，知道了知道了，你别吓唬我，你早点回来呀。我哼一声，打开门，小心翼翼出去了。第一次走出红薯窖，外面的空气跟里面还是有些差别的。深吸一口气，稳稳心神，从房车里拿了一支高精度弩弓，这是我的玩具之一。我躲在城堡20米外的一棵树上时，已经有6个男人站在了城堡下。这6个人嚣张至极，他们站在城堡正门前，肆无忌惮地讨论。一人喊：不是吧，你们仨一死一伤，你们不是很鸡贼吗？跑得比猴子还快，丧尸都不怕，在这被这2口子给嘎了。他们哈哈哈笑得猖狂。一人嘲笑：你们是猪吗？放一把火不行？扔一把火进去，他们不就乱了阵脚？还真当他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了，是这个成语不？老子用的对吧？哈哈哈哈！一人喊话，上面2口子，你们听着，老老实实给老子滚下来，老子叫你们死得痛快，否则就叫你们去跟你们老爹老娘作伴，一家5口丧尸，多好玩啊！一人威胁，警告你们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2对3你们有胜算，2对6等我们强攻上去。别的不说，女人先给兄弟们乐呵乐呵，孩子吗？哎，他家孩子我记得不大对吧？一人硬打，不大。到那边农场的时候，我记得还在那女人怀里抱着呢。威胁那人笑得邪恶，小崽子啊，肉嫩得很，老子多少天没尝过肉味了，那必须得尝尝。烧烤怎样？这些人边讨论边动作，他们狂得很，也没怎么商量如何进攻，竟然照抄了那一高一矮一瘦3人的进攻路线。唯一的不同是，他们人多，手里的工具多。我将弩对准了最上面那个人，他的手中拿了一把斧头，跟不久前高个手里那把斧头不一样，他手中的这把斧头在这黑乎乎的夜里，距离20多米，也能感觉到他的锋利。他爬到了3楼窗户左边，并没有急于进攻，只安静地站在2楼到3楼间不到1只脚宽的平台上。几个呼吸间，另一人爬到了窗户右边，他的手里有一把砍刀。2人都站好了，便有第3人也往上爬。这个人手里攥着什么，看不太清楚。房车上还站着3个人，他们嘻嘻哈哈。我说哥几个，你们可别跟那3个废物学，被那2口子给团灭了。哈哈哈哈！我狞笑，感觉压在胸口很久的一股郁气即将爆发。深吸一口气，我调转弓弩，轻轻用力，连射3发。站在房车上的3个男人都闭了嘴，掉下了房车。我再次调转弓弩，不等爬到3楼的3人反应，先射中了正伸手要往3楼窗户里扔什么的那个男人，又射中了手握斧头的男人，最后射中了拿着砍刀的男人。很好，这3人比房车上的3人还惨，他们直接从3楼掉到了地上。哦，有一个先掉到房车上，又从房车上滑到地上了。
我收回公母，看了眼站在农场大门口观望的矮子，只见他惊呼一声，拔腿就跑，直接上了最前面那辆车。好大一会儿开着车歪歪斜斜的跑了，算他命大。又看一眼紧跟在那辆车后面的瘦子的车，这个也算他命大吧。我对自己的射术非常有信心，毕竟出国游玩那几年，国内不能玩的玩具我玩过不少，公母算是最简单的一种，这6个人必死无疑。我慢慢从树上下来，迅速回到车库，回到红薯窖，再次坐在影音室，喝着柳芙蓉递过来的热茶，看着正打扫战场的夫妻2人，忽然觉得身心俱畅。柳芙蓉一双星星眼眨呀眨的，真真，你太厉害了，吓死我了！我对你的敬佩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瞪一眼柳芙蓉，有时候真搞不清他什么脑回路，和平年代长大的祖国花朵、杀鸡都没见过吧？怎么丧尸来了？接受力一下子就变得这么强呢？我看着屏幕，那夫妻俩很聪明，一人开了辆车，男人开的那辆装尸体。10来分钟后，2人回来了，男人坐在女人开的那辆车上。回来后，2人下车，又各开了一辆，回来又剩了一辆。如此反复几次，最后只剩下一辆车，开回了农庄，开到了那几座残破的茅草屋附近，用些枯枝烂叶遮掩了一下。我笑着看那夫妻俩又收拾了一大堆从那几辆车里搜刮出来的东西，一趟趟往城堡里面搬。看来这家这个晚上虽然饱受惊吓，但是收获也很丰厚。直到看到2人上了3楼，妻子哄孩子，男人整理东西，又惊恐又惊喜又惊疑不定等等情绪不断的在2人脸上变换，悄声讨论到底是谁帮了他们，怎么这般厉害等等。我关了监控。又一年除夕夜，豆豆睡着了，柳芙蓉把面板抱到了影音室。自然是没有春晚了，他强烈要求我播放个轻松快乐的电影看。那有什么问题？小鬼当家最适合他看了。果然，这货一边包水饺，一边乐得前仰后合。很遗憾没有鸡蛋，包的是韭菜肉虾仁水饺，我不太喜欢吃鸡蛋，所以当初只准备了不到100个，煮熟了直接冻在冰箱里，打算什么时候想起来吃一个。这不是多了豆豆吗？小孩子是需要鸡蛋的，所以当柳芙蓉凄爱跟我说鸡蛋留着给豆豆时，我连个白眼都懒得给他。只是现在想吃点韭菜鸡蛋馅水饺，却吃不上了。柳芙蓉一边唠叨，一边麻利地将饺子皮扔给我。我觉得自己越来越耐心了，不紧不慢包着饺子，耳朵里都是柳芙蓉的唠叨和电视里那3个坏蛋的惨叫声，也没觉得有多吵。一人吃了一大盘水饺，柳芙蓉又把剩下的水饺煮熟晾好，说留着明天早上起来煎了吃。豆豆喜欢吃煎水饺。收拾好战场，正要关上影音室回卧室睡觉，监控响了。这次不是车，也不是人，是丧尸。几十个丧尸三三两两沿着小路从东往西走，走得很快，不太对劲。丧尸最初爆发的时候，传染性极强，人会在短时间内尸变，变得攻击性极强，行动极快。但过了这个阶段，就会变得迟钝，也会攻击人，不过好像是随机性的，行动不再敏捷快速，身子僵硬，好像身上的皮肤肌肉逐渐干化，有点像风干的腊肉贴在骨头上，干瘪丑陋。按说变成丧尸的人，身体多多少少都是受到过伤害的，受了伤的皮肉最容易腐败。从丧尸爆发到现在，已经1年多了，经过了春夏秋冬4个季节的搓磨，这些丧尸早就应该变成一副骨架了。可是如今，从这几十个丧尸看，确实有露出骨架的地方，但多数还是维持着一种人的形象，只不过原来的皮肉是白皙丰满的，现在是干瘪黑沉的。我调了一下城堡顶端监控方向，看向远处那条公路，黑压压一片。除夕的夜晚本来就是黑的，但是正常情况下，那条公路在夜晚会隐约透露出一种朦胧白的，好像蜿蜒的河流。今晚的这条河流变成了黑灰色，像一条蜈蚣，不紧不慢伸缩蠕动着。我的身上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柳芙蓉不太看监控，没有我对外面了解的多，有些不明所以。真真，怎么了？我没告诉他，那条路像蜈蚣一样蠕动的路上，应该全是丧尸，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尸潮吧。果然，没多大会儿，从东边来的那几十个丧尸并入了那条路中，变成蠕动的蜈蚣中的星星点点，再也分不清谁是谁了。柳芙蓉张大了嘴巴，我皱着眉头，隐隐约约觉得有些不对。这些丧尸好像是被什么吸引，有点前赴后继奔向某地的意思。黑压压的丧尸潮一直持续到凌晨3点多，快4点的时候，远处燃起了冲天大火，无数燃烧弹从空中掉落。我恍然大悟，这怕是在清理丧尸。先用什么方法把丧尸赶到某个空旷地带，然后大火焚烧，这恐怕是最安全快捷的消除丧尸和病毒的方式了。我叹息，岁月悠长，又1个月过去，这期间每隔3、5天就有一批丧尸被焚烧，可以肯定这是有组织有秩序的在清理，为恢复正常社会秩序做准备了。2月2龙抬头那天，我的手机响了，我愣了下，半天才摸出被豆豆扔在沙发缝隙里的手机，看向手机屏幕上出现的短号，是我的导师真真。不说废话，我知道你还活着，活得还挺滋润。今天晚上有2个部队战士空降到你那地盘上，你给照顾好了，做好配合工作。电话挂得好一会儿，我还有些怔愣出神。柳芙蓉跑过来拍我的脸，我回过神，笑笑，很快就恢复了。柳芙蓉愣了下，神什么？我看一眼跟他一样傻愣愣瞪着圆圆的眼睛看着我的豆豆，笑。豆豆很快就能见到活蹦乱跳的鸡鸭鹅了。柳芙蓉像个老妈子一样，一边兴高采烈准备大餐，一边絮叨我嘴巴跟个蚌壳一般，害他问半天才问明白，一边还不忘色厉内荏的吓唬豆豆不要吃生面。晚上10点钟，我将车库门打开，在门前的空旷地上架了一堆火。大概12点钟，一架直升机轰鸣着停在了农场上空，2名战士加一个大箱子很快被投掷下来，1名连长，1名战士。连长姓高，战士姓王。高连长和小王坐在红薯窖餐桌前，看着10来盘水饺，目瞪口呆。半个小时后，我跟柳芙蓉坐在空空如也的10来个盘子前，目瞪口呆。高连长有点不好意思，高博士，不好意思，很久没吃水饺了。我眨眨眼笑了，我都快忘了自己姓高，还是个博士了。
高连长说他们的任务是搜寻幸存者，将幸存者送到安全基地。按照跟导师谈好的方案，用我的房车配合2名战士，先搜寻残存的丧尸，丧尸清理完，呼吁幸存的人赶往安全基地。能自己去的就自己去，老弱病残没法自己去的，就用房车送去。我决定跟他们一起去。车里加满油，又带上1桶油，1天时间跑了300-400里，爆了30-40个丧尸的头。高连长他们相当有经验了，一枪爆头，然后用一个小型燃烧弹将爆头的丧尸点燃烧成灰烬。晚上回到农场，先在房车上洗洗干净，再回红薯窖吃一顿热乎饭。天亮又出发，如此1周，周围清理的差不多了，要去远一点的地方。不准备当天回来了，需要多带一些物资。柳芙蓉有些恋恋不舍，我拍拍她的肩膀，想起城堡里那一家，有些不放心，千叮咛万嘱咐，千万不要出去，老老实实留在红薯窖里，直到柳芙蓉赌咒发誓绝对不出去才。车开到城堡时，看到那个叫文志的男人站在城堡门外，我停下车，他走过来，你好，你们好，我猜你们是去清理丧尸吧？我能不能也出一份力？我回头看高连长，高连长看他一眼，又问我，他是？我笑笑，跟我没什么关系，偶然在这城堡里住下的，一家3口，他妻子和女儿，女儿还小，比豆豆还小。高连长点头，看向文志，过些日子我们清理完了，你们就可以去安全基地了。文志点头，谢谢你们。又看向我，不好意思，一直不知道您贵姓，谢谢您的救命针，我们一家能够苟活到现在，都是靠您照看。他鞠了一躬，又看向高连长，我希望也能尽一份力量。他开上了自己的房车，跟妻子女儿挥手告别，与我们一起踏上了征途。2辆房车效率高了很多，一边清理残存丧尸，一边带着老弱病残赶往安全基地。很快，房车后面跟了长长的车队，有轿车，有越野车，有面包车，也有房车。人类的生存能力还是很牛的。大概是因为有了疫情经验，很多人家里是长期存粮的，很多人家里甚至备了生存包。虽然也发生过弱肉强食，也有不少无辜的人躲过了丧尸，却没有躲过人心险恶。虽然时不存一，好在有人就有希望。足足半年时间，我存的汽油都用光了，周边的清理和转运工作才算完成了。高连长走的时候，带走了城堡里的一家3口，夫妻2人领着已经会走的小女孩来跟我道别。扶起几乎要跪到我面前的2人，我将一个背包送给他们，这是柳芙蓉给那个小女孩准备的礼物，是豆豆不穿的衣服和玩具。高连长一再邀请我们也去安全基地，我摇头，柳芙蓉也摇头。此后2年，安全基地以外的地区，尤其是以前城市居民聚集区，经历了10几轮大消杀，直到确认已无任何丧尸和丧尸病毒，人们陆陆续续从安全基地赶回家乡，重新开启了生活。只是人少了太多，大城市变成了小城市，小城市慢慢向大城市靠拢，有些就荒废了。豆豆6岁的时候，柳芙蓉委委屈屈地带着他去距离红薯窖最近的一个小县城定居了，因为豆豆必须上学了。好在并不远，周末就蹦蹦跳跳回红薯窖了。少了他俩聒噪，我清闲了不少，捡起了整理农场的活，春种秋收，倒是很有些闲趣。有时也帮导师做点工作，也算是为新社会新秩序做点贡献了。6月的一个夜晚，农场里来了客人，是那一家3口，他们带来了啤酒，柳芙蓉很兴奋，张罗着吃烧烤。文志喝了好几杯，激动得脸红。博士，那时候我以为这个世界都塌了，不敢吃不敢睡，睁眼先抹一把妻子和女儿，他们在，我就在心里说，活着还活着。他抹一把泪，我爸妈拿命为我们挣来的一线生机，我想无论如何得活着。谁知道那个晚上又出了那事，打跑了3个，又来了6个。我想完了，这次完了，怎么办？要不我们一家3口自己抹脖子吧，我刀都要架在脖子上了。博士，你出手了，活下来了。博士，这些日子我天天忙不停，什么都做。他又哭又笑，不瞒您说，我当年是个小纨绔，爸妈都退休，手里有余钱，不指望我出人头地，我就天天玩，到处旅游，快30的人了，从没正经工作过。现在我懂了，人活着不容易，不要浪费活着的机会，不管是为自己还是为别人，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吧。他喝醉了，我望一眼坐在他旁边的女人，她的腹部隆起，怀孕了。看一眼围在柳芙蓉身边等着吃烤鸡翅的2个漂亮的小女孩，柳芙蓉咧开嘴巴，笑得跟个大傻子似的。好像很多年前，我也曾趴在妈妈腿上，听她笑着喊我，珍珍呀。我笑笑，活着也挺好呢。